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中国与世隔绝800多年的古老村落。这个村子奇就奇在大家都不知道有它的存在，直到近些年网络发达后才被人拍到，照片一传到网上，大家才惊觉原来这儿竟然还有人住。想象一下，在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均老板最多的省份之一浙江，这个高速公路网跟蜘蛛网一样密集的地方，如果我告诉你这里藏着一个村子，第一，它位于浙江省西边的苍山深处，四面被1000米高山包围，至今没通公路，想进去全靠一双腿在山里玩命爬。第二，它以这种方式与世隔绝了超过800年。第三，也是最邪门的一点，据说这村子建立在一片无水无土的绝境之上。你听听，这3个条件单独拎出来一个，都够拍个纪录片了。现在他们仨凑一块了，而且地点还是在浙江，是不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一个地方没路、没水、没土，别说住人了，连根草都长不好吧？但它就真实的存在着。它的名字叫做公余村，而且这个村子的起源更令人诧异。800多年前，作为范仲淹的后人，也就是这个村子最早的村民，他们当年为什么要来到这种地方？这与岳飞之难有着什么关系？800年来，他们在这里守护着什么，又在躲避着什么呢？今天，跟随眼见古今，一起深入浙江阔苍山的腹地，去寻访这个传说中的神秘村庄，揭开华东最后的香格里拉——公余村的神秘面纱。首先，我们摄制组要去到公余村，可谓是耗费了9牛2虎之力。这次目的地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仙居县。听听这名字，仙人居住的地方，是不是世外桃源的画面感一下就来了？你别说，仙居县还真是地如其名，这里到处是丘陵和山地，北边是大盘山，南边是阔苍山，三面环山，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但美好的名号背后，是它极为险峻的地理现实，奇峰环列，山崖陡峻，谷深林幽。这里是中国典型的丈谷地貌区，简单来说，就是山是硬的，水是砾的，千万年的流水侵蚀，把这里切割成了一道道深深的峡谷和一座座笔直的山峰，非常不适宜人类居住。这一次寻访之旅就从这艰险之路开始，从仙居县城出发，一路向南，朝着阔苍山脉的深处进发。车子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一边是陡峭的山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溪谷，每转一个弯，心都跟着提到了嗓子眼。这路况仿佛就是在劝退每一个试图闯入的凡人。要去公余村，就必须先通过它的第一道考验，也是它最有效的一道防线，只有一条通往村里的古道。现代交通工具，无论是汽车还是摩托，都只能把你送到山脚下的一个叫钱坑村的地方。从这里开始，现代人类文明的痕迹仿佛就消失了，因为前方是连绵的群山和一条淹没在竹林里的由石块铺成的崎岖小路。这条路就是唯一能进村的华山一条道。一踏上这条路，就立刻能明白它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连接，而是为了隔绝。路面是数不清的石块，被千百年的风雨和脚步磨得溜光，走在上面必须万分小心。更要命的是它的坡度，很多路段陡得让你怀疑人生，必须手脚并用，抓住旁边的树枝和杂草，才能勉强往上挪。整个攀爬的过程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会经历一个非常奇妙的进化过程。一开始还能听到山下的车声、人声，但越往上，这些声音就越小，直到最后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己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整个世界安静的可怕，但是这种安静不是祥和，而是一种带有压迫感的死寂。你会感觉自己被这片深山吞了进去，好像与原来的世界彻底断开了联系。这也不禁让人好奇，在800年前，修路的工具和技术都极其落后的时代，第一批村民为什么要修建这样一条自虐式的道路？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进出，完全可以修得平缓一些，但把它修得如此艰难，更像是一种对外界的警告。它好像在对每一个试图闯入的人说，到此为止，
别再往前了，里面的世界不欢迎你。那么他到底在阻挡什么？或者说，在他后面的那个村庄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如此的不想被外界发现？当摄制组转过最后一道山脊时，眼前的景象终于豁然开朗。只见前方一道巍峨陡峭的巨大山壁拔地而起，裸露的岩体就像被巨斧劈开一样，垂直地矗立在天地之间。眼前这座巨大的石壁，就是仙居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公鱼岩。远远望去，就在那巨大崖壁的掩映之下，一座村庄的轮廓隐约浮现了出来。我们不禁好奇，那里莫非就是这次苦苦寻找的公鱼村吗？然而，当我们满怀期待地走进村口时，眼前的景象却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让人更加困惑了。这真的是世外桃源吗？只见村外的田地已经彻底荒芜，长满了杂草。村子里的房屋基本上也已经破败不堪，屋顶露着天，墙壁也塌了一半。举目望去，整个村子看不到一个人影，听不到一丝声响，只剩下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这哪里是什么桃花源，分明就是一座被遗弃的鬼村。这个意外的情况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辛辛苦苦历经艰险找到的地方，难道竟然是这样一副人去楼空、残垣断壁的模样吗？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地质专家分析说，像公鱼岩这样陡峭的障壁，虽然在云雾的笼罩下显得很美，但其实非常不适合人类居住。尤其是在大雨过后，垂直的崖壁一旦发生岩石剥落，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地质灾害。从这个村子的情况来看，似乎在不久前还有人居住，难道真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导致了整个村子的废弃吗？这时，一位突然出现的阿婆让事情再次出现了转折。经过攀谈，我们得到了一个更惊人的信息，原来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公鱼村。真正的公鱼村还要继续往前走，要绕到公鱼岩的另一侧去。这个信息再次点燃了我们探访团队的希望。顾不上休息，团队沿着山路又向前行进了几千米，终于绕到了公鱼岩的北面。而这一次，眼前的景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想到，高高耸立的岩壁背后，竟然真的别有洞天。只见群山环抱之中，赫然出现了一片天然的山中盆地。从所在的半山腰向下望去，这片盆地就像是一个由大自然亲手雕琢而成的巨型石盆，完美的镶嵌在崇山峻岭之间。一层层的梯田错落有致地从山坡上盘旋而下，在盆地的中心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山村。炊烟袅袅，在群山的掩映下显得格外静谧与祥和。走进村子，虽然还没到水稻播种的季节，但村庄附近的梯田里依然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各种蔬菜长得郁郁葱葱，村民晾晒的干货也随处可见。眼前的这个村子和刚才那个死气沉沉的废村简直是两个世界，这里才是真正的公鱼村。我们迫不及待地进入村子，想搞清楚这个村子的奥秘。首先我们发现村落并不大，可谓是小而精，真有一种世外之地的感觉。全村总共只有15户人家，20多口人，而且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清朝的古建筑群和古代的驿道。随后我们就发现一个很疑惑的问题，在村子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发现全村上下竟然没有一口水井，也没看见河流水塘。一个村庄的命脉就是水源，但公鱼村的位置很尴尬，它在高高的山谷里，没有大江大河经过。对于一个坐落在山中盆地里的村庄来说，打井取水应该是最常见的方式。可公鱼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难道他们不会受到缺水的困扰吗？那些庄稼又是用什么浇灌的呢？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公鱼村最核心、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谜团上——无水无土的生存魔咒。无水无土，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夸张，难道人还能在石头上种庄稼，喝西北风活下来吗？当然不是。这其实是村里的祖辈们对这里恶劣生存环境一种高度浓缩的、带着一丝无奈的形容。那水到底从何而来呢？
秘密在公余村后面一个树林里的悬崖壁下面，这里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泉水正从石缝中源源不断地涌出，水质清澈，常年不断，哪怕是旱季，水流也没断过。而这水源正是整座村子赖以生存的命脉，从这里的泉眼里把水引到村子各家各户。那这水怎么就这么靠谱呢？不仅能够饮用，还能灌溉庄稼。地质学家研究了这里地质结构，发现公余岩的主体是坚固的火山岩，岩壁又陡又直，确实存不住水，但是崖壁上风化崩塌的岩石在山脚下奠定了厚厚的由碎石组成的松散层，这层碎石海绵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天然蓄水池和过滤器。简单的说，就是这岩层就像一块巨大的天然海绵，每当山上下雨时，它就能将大量的雨水吸收储存起来。同时，这厚厚的碎石层也像一个极好的净化器，雨水经过层层沉重的过滤，水质变得非常好，甘甜可口，直接可以饮用。在干旱季节，这个天然水库还能为山中的溪流持续补充水源，保证全村的水四季不枯。公余村的村民就这样守着一个看不见的巨型天然水库，他们不用辛苦打井，就已经拥有了最优质、最稳定的水源。水源之谜解开了，但还有一个更大的谜团摆在眼前。还记得上山时的那段路吗？到处都是陡峭裸露的岩壁，土层极度稀薄，连种庄稼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而且附近其他村子都已经荒废了。可为什么就在这片贫瘠的岩石山区里，偏偏公余村所在的这个小小的盆地却能拥有如此肥沃，能开垦出这样的优质耕地呢？摄制组用无人机从空中俯瞰公余村，发现一个很震撼的场景：四面是陡峭如刀切的山壁，中间窝着一大片平地，梯田层层盘绕，村子就窝在最中心。这不是普通的山谷，而是火山喷发后的陷落盆地结构，也叫丈谷性地貌。通俗点讲，就是很久很久以前，这一带是火山密布的区域。某次火山喷发之后，熔岩流动形成山体，喷完了内部塌陷，就形成了像今天这种碗一样的天然盆地。碗外高内低，不但能挡风遮雨，还能聚水藏土，简直是天然避难所。这也是为什么仅仅一山之隔，周围的村子都荒废成了鬼村，独就公余村还存活着。而且更牛的是，火山喷完以后，这碗并没空着，它积水成湖，变成了一个内陆封闭湖泊。湖水一天天蒸发，湖底却留下了大量细腻、富含养分的沉积物。这些沉积层一层压一层，慢慢变成厚厚的肥土，土质松软，蓄水性强，通气性好，连野草都长得比别的地方旺盛。而这个过程，光是沉积就沉了上几百万年，直到几百年前，人类才发现这块黄金之地，在此建村开垦，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公余村。挖开公余村的土层，可以看到3层分明的岩层，上层是生活土壤，中层是腐殖质层，最下是原始沉积岩。这个组合在别处可遇不可求，于是这一块地方就像大山给藏起来的一小块藏粮地。哪怕山外是石头地，这里也能年年播种，种土豆、红薯、水稻、南瓜，样样不缺。你要是站在山上往下看，会发现整个村子像被挂在一个碗底上，梯田一圈圈绕着中心展开。这些田可不是天生的，是几代村民用手一锄一锄地从山坡上抠出来的。每一层梯田都沿着山形弯成弧形，坡度精准，水渠畅通，一看就是老农民用经验和时间磨出来的成果。现在的公余村虽说常住人口不多了，但保留下来的田地依然有上百亩，每年根据季节轮换种植，全靠这一片地，村民几十年来都自给自足，外头天翻地覆，他们这儿照样炊烟袅袅。乍一看，这里古朴原始，但细细品味，你会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过于完美和安静了。一个村庄怎么能800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这种极致的不变本身就是最大的不正常。它就像一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但这种遗忘
究竟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这个建在囚笼里的村庄，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第一批原始居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呢？答案被指向了南宋年间的一桩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千古奇冤——岳飞之难。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要解开公余村的身世之谜，我们必须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公元1141年。那一年，南宋的都城临安乌云密布，一位叫岳飞的将军被投入了大理寺的监牢。当时秦桧权倾朝野，用莫须有的罪名构陷岳飞，整个朝廷上上下下一片死寂，没人敢出声，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谁为岳飞说话，谁就是跟秦桧作对，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可就在这个时候，偏偏有个愣头青站了出来，他叫范寻，是范仲淹的后人，浙江兰溪人，当时的官职是大理寺丞，相当于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也算是岳飞案的审理者之一。在审理岳飞案时，他意识到岳飞是被冤枉的，于是他试图为岳飞辩冤，冒着被诛九族的风险，上书给皇帝，详细论证岳飞无罪，请求释放岳飞。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种高压的政治环境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这已经不是硬骨头了，这简直就是拿自己的整个家族去撞南墙。结果可想而知，岳飞最终还是被害了，而范寻也立刻遭到了秦桧的疯狂报复，被罢了官，流放到偏远地区。但这还没完，秦桧的追杀令很快就下到了范寻的家人头上。我们故事的主角范寻的儿子范瑜就在这个时候登场了。为了给范家留下一条血脉，范瑜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大逃亡。他不敢走官道，只能钻入茫茫的深山老林，一路向南，风餐露宿，躲避着秦桧撒下的天罗地网。就在他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命运却给他开了一扇窗。他闯入了一片从未被外人发现过的区域，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公余。我们无法100%还原范瑜第一眼看到这片山谷时的心情，但我猜那一定是劫后余生的狂喜和为家族找到一线生机的巨大释然。这里四面环山，易守难攻，简直就是上天为他们这些避难者量身定做的藏身之所。于是范瑜决定不跑了，就在这里停下来。他将此地命名为余山，一个非常直白的名字，意思很明确，止于此山，不再逃亡。这里就是范氏家族新的开始。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余山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公余村。所以你看，公余村的诞生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悲壮的不屈的色彩。它不是为了享受田园风光，而是为了活下去。它的第一块基石是用一位忠臣的正直和一个家族的血泪奠定的。故事到这里只讲了一半，一个家族的避难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村落。时间快进到200年后，朝代更迭，到了元朝建立的时候，又有一家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徙到了这里。他们姓柯，据说祖上是元朝的一位叫柯敬的官员。柯氏家族的到来为公余村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开枝散叶，逐渐形成了我们之前看到的上平和下平两个自然村的布局。自此之后，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每当外面朝代更替，战火纷飞的时候，总会有一些逃难的避乱的家庭，比如姓陈的、姓朱的、姓李的、姓张的，通过各种途径找到这个避难所。公余村就像一个巨大的诺亚方舟，他用自己的山峦为这些在历史洪流中无处安放的家庭提供了一个庇护。它不是一个单一姓氏的堡垒，而是一个由历代避难者共同组成的社群。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往事，但他们来到这里都有着同一个最朴素的目标：生存与繁衍。讲到这里，我们已经解答了公余村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它不是神仙的造物，而是一群不屈的中国古人用双脚和血脉，在一个地理的绝境里，为自己也为后代建立起的一个精神上的安全屋。然而就在近些年，
这个古老的村子开始面临一个尴尬的窘境。虽然咱们常说现代人向往田园牧歌，梦想着哪天一头扎进深山老林，过上不用打工，自己种菜养鸡的田园生活，外面的人可能想说，公渔村这地儿太牛了，水好土肥，不打雷也不淹水，吃的自种，住的自建，不比城里舒服多了吗？可现实偏偏就这么反差。现在的公渔村如同一个围城，年轻人拼命想出去，外面的人又一窝一窝地涌进来。如今公渔村里原住民已经只剩下10几户留守老人，年轻人几乎全搬走了。那问题又来了，这么好的地方，为啥待不住年轻人？是不是村里生活太艰难？还是这个世外桃源其实藏着什么说不出口的问题？这不禁让人发问，到底是这个世外桃源太理想，还是它太现实？因为叩开公渔村大门的不是推土机，也不是修路队。直到今天21世纪的现在，这里依然没有通1寸公路，那条奇界的古道依然是进出村庄的唯一途径。而它的大门又是怎么被打开的呢？答案是人的双脚和互联网的嘴。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公渔村这个地方。近些年，一些被称为驴友的户外徒步爱好者发现了这个隐藏在地图之外的地方。他们不畏艰难，甚至以征服这条古道为荣。他们把这里看到的奇特地貌、原始村落拍成照片，写成游记，发布到网上。一传十，十传百。公渔村这个尘封了近千百年的避难所，以一种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方式，迅速在圈子里走红，发展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徒步圣地。曾经那条作为天然屏障的劝退之路，如今反倒成了最大的卖点和挑战项目。于是村庄的命运开始悄然转变了。最细心的改造就是村庄的空心化。和中国所有偏远山村一样，这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和下一代的教育，几乎都选择了走出大山。如今还常住在这里的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是公渔村最后的守护者，也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但和其他村子不同的是，游客的到来让这些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又重新忙碌了起来。他们有一股刻在骨子里的与天斗与地斗的生存能力，在这个新的时代重新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也许你会在村口的路边看到老大爷面前铺一个蛇皮袋卖小菜，上面摆着几根刚摘下来的黄瓜、蔬菜，数量不少，但绝对新鲜。也会看到一位老奶奶在自家门口摆个小板凳，上面放着一个泡沫箱，里面是一位冰镇的矿泉水、可乐和几桶泡面。对于长途跋涉、汗流浃背的游客来说，这简直就是沙漠里的绿色。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参与到了防护旅游经济的浪潮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的求生，只是斗争的对象从严酷的自然变成了市场的规律。这无疑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为这个老去的村庄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与此同时，商业化也像一把双刃剑，悄悄地概览着这里的原始宁静。游客带来的除了收入，还有遍地的垃圾和夜间的喧闹。那些曾经与世隔绝的家园，正在变成一个半公开的旅游景区。公渔村2020年被列入第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保留着清代建筑群及古驿道等重要历史遗迹，被称为华东的香格里拉。当公渔村不再与世隔绝，当它的神秘感逐渐消失，当最后一位了解历史上所有的老人离去时，这个村庄的魂还残留什么呢？那个关于忠义、避难、不屈和抗争的故事还会被后人记起吗？还是说到最后只留下高端网红打卡地和农家乐这些商业符号？故事讲到最后，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千百年的公渔村终于慢慢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展示出它不为人知的地理科学价值和人文历史魅力。然而，面对外界的关注和现代文明的到来，这个古老的村庄也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旅游的开发究竟会给它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还是会打破它千百年来的宁静与纯粹？
当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这片最后的桃花源又还能宁静多久呢？就像上一期广西巴马长寿村那样，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大家思考吧。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眼见古今，我们下一次再探奇闻秘境。关于公寓村，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者知道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